大家好，我是圣经小牧师。之前评论区有朋友提问到，当人遇到感情上的创伤时，应该如何信靠神？有哪一句经文可以引用？在生活中，我们难免会经历心痛和失落的时刻，所以想必这也是许多人想要了解的问题。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，当我们在感情上受到伤害时，应该如何信靠上帝？有哪些经文可以给我们安慰呢？一、允许自己悲伤，但不要让痛苦定义你。失落和伤心是正常的情绪，你不需要强迫自己假装没事。诗篇34章18节说，耶和华亲近心碎的人，拯救心灵伤痛的人。上帝不会远离你，反而特别靠近那些心碎的人。他深知你的痛苦，也珍视你的眼泪。你可以放心地向他倾诉一切，他必不会离弃你。二、在祷告中寻求上帝的安慰和医治。或许现在的伤痛让你觉得难以承受，但请相信，上帝不会让你一直处在痛苦中，他应许会医治破碎的心灵，带来真正的安慰。诗篇147章3节说道，他医好伤心的人，裹好他们的伤处。上帝愿意在你痛苦的时候成为你的避难所和力量，请相信上帝会医治你，你的伤痛不会永远持续。三、祷告，把一切都告诉上帝。当我们无法向别人倾诉，甚至自己也理不清思绪时，上帝依然愿意倾听。彼得前书5章7节安慰我们说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上帝不是冷漠的旁观者，而是深深关心你的一切。他不希望你在痛苦中封闭自己，而是鼓励你把所有忧伤交托给他。他关心你的每一个感受，愿意接住你的痛苦，让你在他里面找到真正的安慰。所以，无论是悲伤、困惑还是不安，都可以放心地向上帝倾诉，就像和最亲密的朋友交谈一样。你不需要隐藏自己的情绪，因为他愿意聆听、理解并给予安慰。四、相信上帝有更好的计划。感情的创伤常常让人感到人生失控，怀疑未来的希望。有时候，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某段感情会带来伤害，为什么必须经历这些痛苦。你可能不理解为什么发生这些事情，但请相信，上帝有更高的计划。耶利米书29章11节提醒我们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上帝不会让你白白经历痛苦，每一次心碎，他都会用来塑造更坚强、更成熟的你，并带领你走向更好的未来。五、在困惑中寻求上帝的引导。在遭遇迷茫和不安时，我们常常会依靠自己的能力寻找方向，但人有限的智慧往往无法看清前方的路。上帝愿意引导你，带领你走向平安。或许有一天，你会渐渐明白这些经历的意义。箴言3章5至6节应许我们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我们在迷茫时，可以向上帝祷告，请求他的指引，让他赐你智慧与内心的平安，引导你的脚步，然后细读圣经，并留意生活中的点滴变化，也许你会逐渐明白。上帝可能会借着环境、身边的人或圣经的话语向你显明他的带领。即使你现在不明白为什么受伤害，但依靠上帝，他会带领你走向更好的道路。六、让时间和上帝的爱医治你。心灵的创伤就像身体的伤口，愈合需要时间。疗愈的过程或许缓慢，但每一天，上帝都在温柔地抚慰你的伤口，帮助你逐步走出痛苦。当我们经历失落和痛苦时，或许会感到孤独和绝望，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还能重新找到幸福。然而，请相信，当前的悲伤并不会永远持续。即使此刻你还无法释怀，也请耐心等待，
因为上帝的爱和恩典是最深的安慰。正如诗篇30章5节所说，因为他的怒气瞬间消逝，他的恩惠却持续一生。我们虽然整夜哭泣，早晨必定欢呼。痛苦和黑暗只是暂时的，清晨的喜乐终将取代黑夜的眼泪。疗愈的过程或许并不容易，但上帝的爱是持续的，他理解你的痛苦，也愿意陪伴你走过低谷。信靠上帝并不意味着立即感觉好起来，而是知道自己可以把破碎的心交托给他。他理解你的痛苦，愿意成为你在困境中的力量。当你把自己的忧伤交给他时，他会用平安和安慰来医治你。请相信，上帝正在温柔地修复你的心灵，让你在他的爱中重新得力，迎接更光明的明天。7. 专注于上帝的爱，而非人的拒绝。人的心是有限的，有时候我们会遭遇拒绝、误解，甚至背叛。这些经历或许让人怀疑自己的价值，甚至怀疑是否值得被爱。然而，我们要记住，人的爱可能会改变，但上帝的爱却永远不变。耶利米书31章3节写道：耶和华从远方向我显现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。上帝的爱无条件地环绕着你，他爱你，并非因为你的表现如何，而是因为你是他所创造的孩子。在人际关系中，我们或许会遇到拒绝和失望，但上帝从未离弃你。他愿意以永不改变的爱拥抱你，安慰你，让你在他的怀抱中找到真正的价值与安全感。8. 放下伤害，选择饶恕。感情的伤痛往往带来难以言喻的愤怒和苦毒，让人深陷过去的伤害无法自拔。然而，上帝的爱提醒我们，原谅不是纵容，也不是忘记，而是放下内心的重担，让自己获得自由。当我们被伤害时，我们或许会觉得放手就是软弱，但原谅却是一种力量，它让我们从痛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，拥有重新开始的机会。哥林多前书13章7节教导我们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饶恕并不意味着否认过去的伤害，而是选择不再让伤害控制我们的未来。原谅他人也是释放自己。饶恕不是靠自己能做到的，但上帝的爱能赋予我们足够的恩典，帮助我们放下仇恨和怨恨，使我们的心从伤痛中得自由，并在他的平安里重新得力。如果你还在疗愈的路上，不要急躁，上帝正在用他温柔的手抚平你的伤口。请相信，真正的自由在于让上帝的爱取代心中的苦毒，成为你的力量和安慰。9. 用上帝的话语重建心灵。在受创之后，人容易陷入自我否定或无望的状态，我们可能会质疑自己的价值，甚至失去前行的勇气，但上帝的话语能够重建人的信心和价值感。正如提摩太后书1章7节所言，因为上帝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，而是刚强、仁爱、自制的心。上帝从未创造软弱的灵魂，也不希望我们被恐惧和忧虑所控制。他赋予我们刚强、仁爱、自制的心，使我们即使面对困难，依然能够站立得稳。当你感到困惑时，请在上帝的话语中寻找答案。当你觉得自己不够好时，请回到圣经中寻找真正的身份。你是被上帝珍视的儿女，他创造你，赋予你独特的价值，不论发生什么，他都不会离开你。10. 继续爱与被爱。经历过感情的伤害后，我们常常会下意识地封闭自己，害怕再次受伤。但上帝创造我们，是为了让我们在爱中成长，而不是生活在恐惧和隔绝之中。即使心灵曾经受过创伤，上帝依然呼召我们去爱，因为爱是来自他的恩赐和力量。约翰一书4章19节说道：我们爱，因为上帝先爱我们。这节经文提醒我们，真正的爱不是出于我们的努力或完美，
而是因为上帝已经在我们尚未认识他的时候，先爱了我们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才有力量再次去爱，也能在被爱中得到疗愈。当你准备好时，上帝会带来新的祝福，他会让你在他的爱中找到真正的满足。即使此刻你感到孤独或受伤，请相信你并不孤单。上帝一直在你身边，陪伴你走过低谷，帮助你抚平伤痛，重新敞开心扉。感情上的创伤虽然痛苦，但上帝已经应许陪伴你，安慰你。你可以在祷告中向上帝倾诉你的痛苦，并相信他会医治你，赐你新的盼望。阅读圣经，思考上帝的应许，也都会为你带来力量。在上帝的爱中，你可以找到真正的医治和平安。愿你在上帝的应许中找到医治伤痛的力量，让他的爱引导你前行，赐你安慰和平安。